天亮了。白木哥说道。晨光穿透浑浊的空气，将安第斯山脉东麓的惨烈景象无情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此刻，焦黑的土地上四处散落着扭曲的金属残骸和冰冷残缺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化不开的硝烟与血腥混合的气味，即便山风持续呼啸，也无法将这战争的印记彻底吹散。白木哥摘下了沾满灰尘的头盔和护目镜，露出了一张沾染了硝烟却依旧明艳动人的脸庞。他的俏脸上有些灰尘，但却把他的眼眸反衬得更加清亮，那容颜也更加动人，带着一种历经血与火淬炼后的坚韧美感。苏无忌此刻敢打包票，白旭阳虽然跟白木哥相处了这么多年，但也绝对没见识过自家老姐此刻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独特的美。4名华夏的失踪军官已经被直升机送走了，送往加勒比海上的某艘巨舰之上。当昨天晚上那4架代表着绝对武力与决心的第6代战机撕裂长空之时，苏无忌和白木哥才真正意识到华夏这次的决心究竟有多大，连航母编队都派出来了。这不是小规模的撤侨，不是低调秘密的营救，而是一次宣告。耽误了这么多年，华夏已经无比迫切地要迎回那些失散的儿女们，顺便告诉全世界，血债终须血偿。快结束了。苏无忌走到了白木哥的身边，声音低沉而坚定。他的作战服上满是干涸的暗红色血迹和泥污，脸上也有不少的灰尘，但眼神依旧明亮，就像身边的他一样。白木哥转头看向身边的青年，注意到他眼中的认真与凝重背后，还有着一抹深藏的疲惫。他很自然地伸出手，为苏无忌轻轻擦去脸上的灰尘。这个动作自然而亲密，仿佛已经做过无数次了。苏无忌看了看他左臂的绷带，还疼吗？白木哥轻轻摇头，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就像被蚊子叮了一口。说完，他反问了一句：你的额头还疼吗？昨天快要接吻的时候撞了一下。未散的硝烟之中，两人相视一笑，共同经历过生死，就多了一种别人没有的默契，不需要过多言语，一个眼神便已经足够。烈焰大队和黑暗佣兵团在把委内瑞拉的3个陆军师赶出东路区域之后，便重新构筑了新的防线，以防止委内瑞拉军方再派出部队进行反扑。不过在昨天晚上的那混乱一仗中，这2支精锐队伍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员，黑暗佣兵团更是严重。他们从头鏖战到尾，把第1师的包围圈打开缺口之后，为了和兵力10倍于自己的敌人完成相持，起码损失了1/4的有生力量。而那300人的华夏空降部队此刻已经集结，他们穿着迷彩作战服，衣服上并没有任何能够显示军衔和国籍的标志。苏无忌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扫过，赫然发现这其中居然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名气质沉稳干练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来到苏无忌的面前，抬手敬礼，声音铿锵：苏大队长，首都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向你报到，请你指挥。眼前这个男人正是首都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大队长季月明上校。这一刻，他们之间不需要多余的寒暄，同样的使命让华夏军人们在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重逢。苏无忌还了一礼，随后和季月明
握了握手，说道：季大队长，咱们今天就把失踪的军官们全部接回家。说着，他似乎是在给自己坚定信心，又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没错，一定就是在今天。白木哥拉住了苏无忌的胳膊，轻声说道：我跟你一起去。他的左臂伤口已经完成了包扎，虽然还有些疼痛，但不至于特别影响战斗力。苏无忌看着他沾染灰尘却依旧漂亮的眉眼，又看了看他左臂的绷带，有些心疼地笑了笑。里面情况还没有探明，你这张脸太惹眼了，容易成靶子。他其实是想劝他留下来休息。并肩作战。白木哥只说了4个字，可落在苏无忌的耳朵里却重若千钧。两人的身形重新出现在了伊玛塔卡铁矿带，苏无忌拉着白木哥一路急速前进，这居然是两人持续牵手时间最长的一次。而首都军区的特种侦察大队和烈焰大队则是展开了队形，跟在后面。经过了昨天晚上的毁灭性打击，他们此刻已经无需过于隐藏行踪。战损严重的黑暗佣兵团则是留在东路边缘，负责警戒和布防，在构筑防御工事的同时，抓紧一切时间休整。昨天晚上发生了那么激烈的轰炸，简直地动山摇。天亮之后，各个矿区皆是人心惶惶，矿工们有一大部分都跑掉了，还有一小部分则是缩在生活区里，连门都不敢出。到了临近中午时分，苏无忌和白木哥终于出现在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巴特伦铁矿。这一片矿区的规模很大，面积起码是那波比瑞斯铁矿的3倍以上。这里的采矿设备也比其他的矿山要明显多出很多来，密密麻麻的传送带像是蟒蛇一般，蜿蜒连接着各个巨大的露天矿坑。苏无忌事先了解过，这个巴特伦铁矿的开采量最大，采矿工人最多，一直是整个伊玛塔卡铁矿带最繁忙的铁矿。只是原本应当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地方，此刻却异常寂静。矿区入口处的岗亭空无一人，有些不太结实的采矿设备和活动板房居然都已经被震塌了，地上散落着文件和破碎的玻璃。最诡异的是，这面积巨大的巴特伦铁矿，此刻却连个人影都没有。机器停止了轰鸣，只有偶尔的鸟叫。山风在巨大的采矿设备中穿梭着，发出呜呜的回响，却完全没有人声，呈现出了一种让人心底发毛的苍凉与寂静。咱们失踪的军官们应该都在这里了吧？苏无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白木哥轻轻点头，小心，这里应该就是被禁锢黑渊所掌控的地方了。说完，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用望远镜扫过所有细节，几分钟之后才开口说道：这里气氛很不对劲，实在是太安静了。苏无忌轻轻点头，没错，安静到甚至有些压抑了。二人并没有贸然进入矿区，他们又等了半个小时，等烈焰大队和首都军区侦察大队对周围完成布防和清理。大队长，没有发现任何暗哨。万灰尘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起。喊我先进去。苏无忌又扭头对白木哥说道：入口肯定被隐藏起来了，我一个人先去看一探，你们在外面等我。他想起了波比瑞斯铁矿的秘密入口，再看看面前错综复杂的矿区，不禁摇了摇头。要是一点点找，还不知道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可惜不能直接把地表的所有设备都炸掉，万一引起矿坑坍塌，
可就麻烦了。既然这样的话，我替你做决定吧。白木哥说道。直接让特种部队拉网式搜索，效率反而更高一些。他知道自己的男人之所以决定独自行动，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真正担心战士们的安危。昨天晚上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华夏方面的决心展现得如此彻底，此刻直接平推就可以了，但需要冒着再度减员的风险。苏无忌沉声说道。是我没想到就这么办吧。他其实想到了，只是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苏无忌知道，这一片矿区的下面极有可能隐藏着禁锢黑渊的强者，若是其他的特种战士遇到他们，必然会有生命危险。眼看解救在即，苏无忌实在是不想看到再有战士们受到禁锢黑渊的伤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响起来了。他看了一眼白木哥，解释道：不能是个女人啊。白木哥哭笑不得。什么时候了？不用解释，快接。接通之后，苏无忌打开了免提，并没有立刻开口。电话那端传来了凶语的声音：昨天晚上地动山摇，华夏的决心让人惊叹。苏无忌反问：你所处的地方也能感受到震动吗？这句话显然是在探究凶语所处的位置，但是后者却没上当，而是说道：本来感受不到，但我主动向着安第斯山脉的东路靠近了一些。苏无忌说道：那我们见个面，托兑现你之前的承诺。他本想口嗨一句，让对方脱干净站在自己面前，但一想到白大小姐还在旁边呢，于是把话头给咽了下去。这一次幸亏我提早认输，凶语说道，不然昨夜被炸成碎片的就是我了。说话之时举着望远镜，远景被放大之后，满地的残骸和未散的硝烟已经呈现在他的眼睛里了。苏无忌说道：听起来你距离这边并不远啊。凶语并未正面回答，而是问道：你到巴特伦铁矿了吗？苏无忌说道：一个人影都没瞧见，你这不是坑我的吧？凶语说道：把罗森给我，我告诉你入口在哪里。苏无忌想了想，说道：罗森正在亚马孙河巴西段的一艘客船上，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凶语说道4号矿坑，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苏无忌抬眼看了看，凶语，你玩我4号矿坑那么大，一眼都看不到边。凶语的语气非常平静。可是亚马孙河在巴西境内的长度超过了2200公里。4号矿坑是整个巴特伦铁矿体量最大的矿坑，放眼望去，真是一眼看不到边，大得让人心悸。里面的采矿设备林立，重型机械到处都是。如果做好完善的伪装，就算把2支特种部队全部撒出去，怕是也要找上很久。凶语，既然这样，那让我们彼此展现一下诚意。苏无忌说道：亚马孙河巴马航运公司的客船刚刚从莫伦港出发。好一。凶语随即给出了答案。在4号矿坑底部有个大型破碎机，入口应该就在附近。应该是。苏无忌听这语气，你也不确定？凶语的手指在手机上点了几下，随后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我刚刚查了一下，在半天之内从莫伦港出发的巴马航运公司客船有37艘。看着手机的搜索结果，凶语跺了跺脚，心里简直想要骂娘了。这特么的是整个巴西最大的船运公司，你这叫展现诚意？行吧，那比一比看看谁的速度更快一点。苏无忌说完，把电话挂断了。
不过这一番拉扯还是有些效果的，起码缩小了不少搜索范围。然而苏无忌还没看到那个破碎机呢，胸宇便又把电话打了过来。巴特伦铁矿里虽然看起来没人，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此放弃了。胸宇说道，激进派里有几个冥顽不灵的老家伙，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惧怕华夏的火力打击。还有吗？苏无忌说道。还有，胸宇说道，我之前对你说过，要提前找一个足够有分量的帮手，矿坑里可能会有猩红之神的师傅，或者是同等级的强者。谢谢提醒，帮手已经找了。苏无忌说道。虽然人已经找了，可就是不知道老爸说过的那个少将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到。这一次他倒是没着急挂断电话，而是等着对方表态。不就是拉锯式谈判吗？看谁先沉不住气，当谁不会呢？胸宇沉默了几秒钟，意识到不抛出更多实质性的信息就无法换取所需，终于再次开口。在那台破碎机的旁边10米有一个检修通道，入口是被铁丝网拦住的，从那里进去可以直达地下。苏无忌挑眉问道。好详细哦，只是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细节？胸宇扭头看向了几米开外的一棵树，说道，昨天晚上不止华夏在行动。他的眼睛下沿有些微微发青，看起来也是一夜没睡。在旁边的树上，此时正绑着一个男人，他穿着一身矿工的衣服，皮肤被南美的太阳晒得黝黑，浑身上下鲜血淋漓，整个人已是奄奄一息。胸宇那一身白裙之上也溅上了10几滴鲜血。苏无忌说道，好吧，克伦号是9527。合作愉快。胸宇直接挂断了电话，身后传来了咒骂声。胸宇，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不得好死，你们裁决庭全都不得好死。胸宇淡淡说道，没办法，我需要用交易换回罗森，只能委屈你这个禁锢庭1级成员受点苦了。他拿出手机，把苏无忌刚刚说的客船编号记了下来，用短信发了出去。混蛋，你们这是对黑渊的背叛。这男人被折磨的情绪崩溃了，他破口大骂道，你快点杀了我，不然的话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此事告诉大禁锢城。胸宇看着他摇了摇头，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怜悯。我是用你去换回大禁锢长的儿子，你觉得他老人家会怎么选？听到这句话，这个1级成员沉默了。傻子也知道该怎么选，谁能不救自己的亲儿子？这个男人的脸上露出了惨然和绝望的神情。你已经从我的嘴巴里知道了所有的细节，我知道你不会放了我，所以给我一个痛快吧。此刻他身上起码有几10道伤口，似乎都是被小刀慢慢割出来的，每一道伤口都深刻坚固。没错，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秘密。胸宇说道，毕竟如果大禁锢长知道我把他的手下折磨成这个样子，肯定会对我怀恨在心的。说完，他蓦然转身走开。2个黑衣人走上前去，他们的手里都有着一把染血的匕首。刚刚就是他们用这2把刀，在这被捆着的男人身上用极慢的速度割开了几10道口子。送你上路。其中一个黑衣人说着，往这禁锢庭1级成员的大腿上扎了一刀。这家伙的身体狠狠一颤，感觉体温似乎开始迅速降低，他的动脉被这一刀精准扎穿了，鲜血汩汩涌出。胸宇此刻已经走远了，并未回头看上一眼。苏无忌和白木哥已经进入了4号矿坑，穿梭在巨大的采矿设备之间。
李小飞本来已经用矿工的身份混进了这巴特伦铁矿，但是此刻却完全联系不上，这也是让苏无忌很是担心的事情。越是靠近矿坑底部，那种压抑和危险的感觉就越发明显。空气之中弥漫着浓浓的机油味和铁锈味，以及渐渐泛上来的阴冷潮气。万辉尘带着整个烈焰大队都跟下来了，已经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刻，他们都不愿意让大队长一个人冒险。围着矿坑底部转了大半圈，白木哥抬手一指：“我已经看到那个破碎机了。”苏无忌的目光扫视，最终落在破碎机旁边一条不起眼的检修通道上。那通道布满了灰尘和油污，如兄宇所说，这通道入口的确是用铁丝网拦住的。苏无忌快步走过去，发现铁丝网上的锁头已经锈蚀得很厉害了，完全不像是近期有人进出过的样子。白木哥抓住了那把锁，端详了一下，随后手一拽，直接将之拉断了。一定还有别的出入口。白木哥打开了铁丝网，直接就钻进了检修通道。我先进去。你出来。苏无忌从后面直接抱住了白木哥的腰，用一种不太雅观的姿势将他拉了出来，说道：“你的身手不行，进去只会变成我的累赘。”白木哥丝毫不在意这样的打击，他说道：“那你先进。”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苦练之后，他的身手提升了不少，并不至于被苏无忌甩开，只是一直没有在后者面前展现的机会。白旭阳平时在家里所看到的那个慵懒的老姐，实际上都是白木哥训练之后疲累的状态。苏无忌说道：“你在外面给我老实待着，知道吗？”他随后便进去了。白木哥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哼了一声：“跟我搞大男子主义这一套。”苏无忌钻进这检修通道里，忍不住地掩住口鼻。这里面阴暗潮湿，弥漫着浓重的霉味和铁锈味道，通道相当狭窄，只容得下一人勉强通行。苏无忌打开了强光手电，根本照不到尽头，而且完全不像是有人经过的样子。这绝对不是一条经常使用的通道，甚至有可能是陷阱。苏无忌不可能完全相信兄宇的话，所以这也是他坚决不让白木割下来的原因。他的速度并不慢，但走了10几分钟都没有到头。而且这通道是斜斜向下的，并且角度越来越大。走了那么久，本来看似平缓的检修通道已经超过了斜向45度了。又走了10几分钟，苏无忌终于听见了机器运转的声音。这种类似的声音，他之前在波比瑞斯铁矿的地下空间里也听到过，像是大型空气过滤系统的声音。前面没几米就是通道的尽头了。尽头的旁边就是一处通风口，厚重的金属百叶盖遮挡了大部分的视线，止于一些缝隙。苏无忌小心地趴在通风口盖子上，向下看去，眼前的景象让他的瞳孔骤然收缩。下方是一个巨大的、明显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的地下空间。与其说是矿坑，不如说是一个秘密基地，或者说这里更像一个冰冷坚硬的军事堡垒或监狱。和之前在波比瑞斯铁矿里所见到的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不同，这里的色调都是偏灰暗的深金属色，墙壁并没有粉刷，而是依旧保持着水泥混凝土本来的颜色，整体色调无比压抑。而苏无忌所处的位置正是一片大厅的上方，而在大厅的周围还有好几道极为厚重的金属门。
光是从视觉上就能给人带来沉重的分量感。苏无忌知道，如果想要依靠个体力量打开这些门，怕是有些难度。凶宇难得没坑自己，他所给出的这个线路居然是最容易进来的一条路。苏无忌粗略地判断了一下，这一片大厅的高度超过10米，起码有2个篮球场大小，但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摆在苏无忌面前唯一的方法就是跳下去，然后尝试打开某一道金属门。此刻的他没有再掩藏行迹，直接一脚踹在了通风口的百叶盖板上。哐哐哐哐，百叶盖板重重掉在了地上，声音在大厅里来回传播。苏无忌跳了下去，重重落地。是的，他刻意让自己的动静很大，鞋底和地面接触，力量在足底爆发，发出清晰的震响。落地之后，苏无忌打量了这一处大厅，灯光还算明亮，只不过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和长条形灯管，起码有1/5的灯管内部都烧黑了，整体都带着厚重的年代感。苏无忌觉得这个大厅像是一处监狱的集中开会场所。哐当哐当，几道沉闷的声音随之响起。这个时候，大厅周围的几道厚重大门竟是全都缓缓打开了，门后竟然全部都是通道。通道里的光线比较暗，透着暗沉和深邃，不知通向何方。哒哒哒，就在这时，一道缓慢而清晰的脚步声从正对着苏无忌的那条最黑的通道中传来。脚步声不疾不徐，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人的心跳节拍上，由远及近。只有一个人。苏无忌眯起了眼睛，全身肌肉瞬间绷紧。难道说走过来的这个人就是凶宇口中的那个超级高手猩红之神的师傅？那脚步声越来越近，终于一个模糊的身影轮廓从通道的黑暗中缓缓浮现。这个身影站在通道口，身形完全显现在了大厅的黄色灯光下。他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灰色衣物，和这里矿工们的服装非常相似，只是身上很干净，并不像其他矿工那样落满了粉尘。如果不是由于身上散发出了一股无形的压迫感的话，这个男人看起来真的是平平无奇。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外表起码得65岁往上。他长得是一副典型拉美人的样子，皮肤偏黑，身材并不显得多么魁梧，中等个头，正常匀称。但仔细观察一番之后，便能看出来，此人的那一双眼睛深邃到如同百年古井，看不到丝毫波澜，似乎只有一种对生命的极致淡漠。不过苏无忌发现，在自己观察对方的过程中，这个男人的模糊身形好像渐渐清晰了起来，就像之前看不清对方的脸，现在却已经能够看清楚他的眼睛与眼神。苏无忌也不知道是对方的功法太过于深奥，还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产生了错觉。现在在他的眼中，刚刚还平平无奇的老男人已然变成了另一番模样。此刻的他仅仅是站在那里，就仿佛是整个空间的中心，所有的光线和空气都因他而凝滞。苏无忌甚至感觉到自己周身的空间似乎都变得粘稠起来，呼吸都为之变得滞涩。这种力量属性，自己只从之前遇到的那位第一禁锢使者奥斯卡身上感受到过。显然，这个老家伙是禁锢庭的超级高手。
而且从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超绝禁锢力场来看，此人的真正实力应该比奥斯卡要强出一截。之前的猩红之神和奥丁都没有给自己带来这种无可抵抗的感觉。这老男人随后开口了，声音沙哑，语气平淡。华夏人终于还是闯进这禁锢亭的禁地了，这么隐秘的地方竟然还能被你们找到，确实让我有些意外。苏无忌冷冷说道。老鼠终究是老鼠，就算是在地下藏得再久，也是终究要见光的。这老人盯着苏无忌看了几眼，平淡的话语里开始带上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但是根据这里的规矩，所有的擅自闯入者都得死。随着他开口说话，笼罩全场的禁锢之力似乎越发强悍了，这甚至让苏无忌明显产生了一股悸动之感，非常不适。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悸动，体内的力量加速运转。5个动作的力量通道迅速打通，使得苏无忌周身的气势开始攀升。在持续10几秒的力量加速运转过后，他终于冲破了笼罩身体的那种禁锢的力场，呼吸也随之轻松了一些。看着苏无忌的表现，那个老人似乎有点稍稍的意外。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像你这种年轻的天才了。这老人的语气淡淡，似乎产生了一些回忆。这里也曾经关过几个称得上天才的人物，后来他们都郁郁而终。禁锢亭的核心禁地，就只有你这么一个老头子看守吗？苏无忌语带嘲讽地说道。其他人呢，不如让他们都亮得相，也省得我逐一杀过去。他显然不是想一对多，但是这种时刻让对方直接暴露出所有的底牌，终归是件好事儿。然而对面这老家伙却说出了一个让苏无忌很是意外的答案。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一人。这不可能。苏无忌指了指周围，那么大的地方就你一个人看守。这个老家伙又给了一个让苏无忌完全难以接受的答案。有些想要撤退的人都被我杀掉了。你说什么？苏无忌的眉头狠狠皱起来。自己人杀自己人。老家伙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感情，他淡淡说道。这些人对黑渊的信仰不忠，从他们昨夜想着要逃跑开始，和我就已经不再是自己人了。禁锢亭在这里的其他人手居然全被这老东西杀掉了。这家伙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波动，听起来就像是在阐述一件和他完全无关的事情。这时候苏无忌总算是彻底明白了兄宇之前提醒自己的那句话。激进派里有几个冥顽不灵的老家伙，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惧怕华夏的火力打击。这个老变态。不过想到了某种可能后，苏无忌的心一颤，立刻说道。关在这里的其他人呢？他们还活着吗？不会也被这老东西杀掉了吧？这老人的声音依旧淡淡。禁锢亭只禁锢不杀人，我绝对不会违背禁锢亭的规则要义。苏无忌听了这话，本能地松了一口气。这个老家伙还真是个遵守规章制度的优秀员工。他盯着对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道。我要带所有被关在这里的人离开。这不可能。这老人摇了摇头。我在少年时期加入禁锢亭之后，就从未放走过任何一人。苏无忌说道。什么条件你才能放人？这老人说道。很简单，除非我死。在了解到苏无忌的真实目的之后，他似乎完全失去了交谈的兴趣。下一秒，
他就面无表情地往前跨了一步。这看似只是简单的一步而已，却使得这一片地下大厅仿若风云突变。苏无忌居然觉得自己的视野瞬间变得暗无天日。可是大厅顶部的灯明明都还在亮着，周遭也没有什么灰尘被卷起，但他却仿若有了一种飞沙走石的错觉。感受到了危险，苏无忌周身力量爆发，双臂的肌肉骤然绷紧，双掌在身前频频一推。轰！狂暴的力量从他的掌心涌出，和弥漫在空中的无形禁锢之力重重碰撞在一起。随着剧烈的气爆声炸响，这一刻，那种飞沙走石的错觉终于消失了。那一股强悍的禁锢之力似乎也已经被生生击散。这位老人看着此景，淡淡说道：果然是天才，然而黑暗世界的天才都是受到诅咒的。这句话里听不出任何的夸奖，也听不出一丁点惋惜。话音落下，他又缓缓地抬起腿，往前简单地迈了一步。这一步没有带出任何的残影，看起来也毫无气势，可却瞬间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出现在了苏无忌的面前。一只长满了老茧的干瘦手掌已经轻飘飘地拍向苏无忌的胸口。这动作好像非常慢，可是落在苏无忌的眼睛里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似乎已经超越了视觉捕捉的极限，好像在下一秒就会世界崩塌。苏无忌的瞳孔骤缩，全身汗毛倒竖，这一股危险感已经浓郁到无法形容。生死关头，他浑身的力量全部暴涌至双臂，紫色软剑骤然挥出，化作一道咆哮的紫色电光，狠狠劈向对方的手掌。这一刻，紫色剑光似乎能够斩灭一切，他选择了以攻对攻。然而，啪！一声清脆的声响，那轻飘飘的一掌竟然完全无视了凌厉的剑锋，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手掌居然急速一翻，精准地拍在了剑身之上。这一下的拍击确实太猛了，让苏无忌差点攥不住紫色软剑。他只觉得一股沛然莫遇的恐怖力量从剑身之上传来，这力量似乎没有丝毫逸散地传导到了他的手腕、小臂，直至蔓延整个身体。苏无忌的身形被这一股巨力带得完全失控，旋转着飞了出去。砰！他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大厅侧面的混凝土墙壁上，这坚硬的墙壁都被砸得凹陷了下去，裂纹如同蛛网般蔓延。这老家伙仅仅是拍了一下而已，近期实力已然提升不少的苏无忌，竟被对方这并未接触身体的一拍给打飞了。显然，这个老家伙还远远没有动用真正的实力。Push！ 苏无忌从墙上滑落，单膝跪地，紫色长剑绷直，支撑着身体。一股血腥味已经从喉咙间涌出来。对方刚刚的力量传导到他全身，此刻胸口剧痛难当，内脏也受到了剧烈震荡。本来高速运转的力量，现在都明显有些不畅了。这差距实在太大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胸域没有夸张，这绝对是猩红之神师傅那个级别的超级强者，甚至还有可能更强。禁锢黑渊成百上千年的积淀，果然不是虚的。抹去了嘴角的鲜血，苏无忌用长剑支撑着身体，重新站了起来。他强行压下沸腾的气血，体内的力量再度沿着5个动作的通道运转起来，不断加速，身上的气势也在随之而不断地升腾着。
见此，老人眼中又闪过了一丝意外。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刚才的攻击动作看似潇洒随意，实则却是自己的杀招之一，并未有太多留手。那附着在剑身上的力量霸道凶狠，穿透力极强，寻常的年轻高手挨上这一下，怕是要浑身经脉骨骼尽断，内脏全爆，当场死亡。可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抗住了，他仅仅是吐了一口血而已。这小家伙的身体素质怎么可以强到这种程度？两人交手过后，苏无忌觉得有些挫败，但这老人却越看越吃惊。他再次迈步，不疾不徐地走向苏无忌，那只干瘦的手掌重又抬起，目标直指苏无忌的头颅。这一次，场间再度有了一种飞沙走石的错觉，所有的灯泡全部被这无形的力量波动给震碎了。这一片地下空间瞬间变得一片漆黑，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此刻这个地下大厅变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弥漫着无穷的杀机。这并非视觉上的单纯变暗，而似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仿佛连光线本身都被禁锢、被吞噬的绝对黑暗。随着这个老人的出手，这一片空间里不知道散布着多少禁锢之力。无数灯泡和灯管的碎片从顶端纷纷扬扬地落下，没错，就是纷纷扬扬。明明是玻璃碎片，却像是树叶在缓缓飘落。这全都是那些弥散全场的禁锢之力的影响。真特么的离谱啊！苏无忌的心脏狂跳，心率高得吓人。这并非是因为恐惧，而是身体在极致危险之下的本能反应。他所有的感知，在这无尽又浓稠的黑暗中，都提升到了极限。体内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几处主要通道之中疯狂运转着，不断地冲破着令人窒息的束缚与禁锢之力。只不过天知道那个老家伙顺手散布在空气里的禁锢之力到底有多少，冲破了一层两层，还有无数层。这连带着苏无忌的动作都变得迟缓了起来。而这一刻，一个瘦削的手正穿过这些缓慢落下的碎玻璃，朝着苏无忌的头颅拍了过去。这个动作依旧非常简单，看起来也完全不算快，却带着一股对于生命极致淡漠的杀气，似乎封锁了苏无忌所有可能的闪避路线。确切地说，这一掌之中蕴含着一种必然命中的规则感。给老子滚开！苏无忌吼道，这声音之中带着浓浓的不认命。那么多失联的军官还没有救走，老子不能死在这儿。他将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毫无保留地灌注于紫色软剑之上，剑身骤然绷得笔直，已是紫芒大盛。那湛湛的紫光在这绝对的黑暗与禁锢之中，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决绝又璀璨的裂痕。面对这老人仿若泰山压顶般的一击，擅长玩花活的苏无忌却不再追求巧劲和技巧，而是选择了最纯粹、最野蛮的力量对撞，哪怕拼着剑断人亡。铿！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在地下大厅之中爆开，这兵器相撞之后，仿佛空气都在震动着。狂暴的气浪以两人为中心猛地扩散开去，那些本来在缓缓下落的灯泡碎片，此刻瞬间被狂暴之力一吹而散。之前被苏无忌撞出了裂痕的混凝土墙壁，裂痕已然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刻，苏无忌忍不住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
他感觉自己斩中的不是一只人类的手掌，而是一把用高强度合金打造的超级兵器。在双方交手的时候，那一股沛然墨玉的恐怖力量再次沿着剑身汹涌传来，瞬间扩散到了苏无忌的双臂之上。这一刻，他的双臂肌肤不知道崩裂出多少血口子，那每一寸的肌肉都产生了撕裂般的痛楚。当这些力量在眨眼之间涌到苏无忌的身体上时，他如同被全速行驶的重型卡车迎面撞中，身体毫无悬念地倒飞了出去，鲜血再度从口中喷涌而出。这一次，苏无忌连用剑支撑身体都做不到了，他重重摔落在10几米外的地上，又翻滚了好几圈，才堪堪停了下来。不过即便被打成了这个样子，哪怕虎口的皮肤早就崩裂了，紫色软剑仍旧没有脱手，仍旧被他死死握着，掌心之中全是黏腻的鲜血。苏无忌深深地呼吸着，他觉得自己浑身的骨骼仿佛已经散了架，五脏六腑似乎都快要移位了，剧痛遍布身体内外的每一个角落，就连体内的力量运行都变得滞涩无比，嘴里全部都是血腥味儿，甚至连带着每一次呼吸都产生灼热的痛楚。还好双臂没有骨裂。从苏无忌小时候起，他老爸便天天逼着他练功打熬筋骨，若不是从小打下了极好的基础，他此刻2条胳膊估计已经粉碎性骨折了。差距真特么的太大了，苏无忌心中说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技巧或者天赋可以弥补的鸿沟，这纯粹是力量层级上的绝对碾压。苏无忌猜测，这个老怪物的真正实力，怕是已经一只脚迈进了传说中的天际线了吧。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非洲库施文明的地下遗址中见到的那位如同僵尸一般的老人。现在想来，也就那个老僵尸能够跟这个禁锢亭的老家伙打上一打了。至于老爸说找来的那个退休的少将，还是别来了吧，来了也打不过。那个禁锢亭的超级强者站在原地，刚刚和紫色软剑硬碰硬的一击，苏无忌被打飞10几米，可他的脚步都未曾挪动一下。但是他感受到了疼痛，于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目光穿透黑暗，他赫然看到自己的掌心之中竟是有着一道血痕。这老人知道，在苏无忌的紫色长剑劈到自己的手掌之上时，自己是把手掌用力量全部包裹起来的。以他对力量的运用手段，犹如在手掌表面覆盖了一层坚硬的合金铠甲，寻常的刀剑根本不可能伤他分毫。然而苏无忌的紫色长剑还是让他流血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过受伤的疼痛。这老人说道。你很不错，我这次真是觉得有点可惜了。他的声音很淡，不知道是在惋惜苏无忌的天赋，还是在惋惜又要亲手抹杀掉一个后辈天才。这老人再度抬起脚，缓缓走向试图撑起身子的苏无忌。虽然还隔着10几米，但是那只不知道收割了多少生命的干瘦手掌已经再度抬起。随着这只手的抬起，苏无忌已经感觉到了浓郁的死亡气息如潮水般涌来，将自己全方位地包裹其中。这似乎是禁锢之力的另外一种呈现形式。马德混蛋！然而在这渐渐浓稠如沼泽的禁锢之力包裹下，苏无忌骂了一句之后，居然顶住了强压，强撑着身子站了起来。此时虽然大厅顶部的灯光全灭，
但周围镶嵌在墙体里的印记照明已经亮了起来。看到苏无忌居然持剑而立，周身力量运转起来，又摆出了一副防御的态势。这老人说道：你会是我这辈子杀过的最强天才。苏无忌咬着牙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确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虽然已经很久都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了。这老人的声音平静，淡淡说道：禁锢亭桑托斯。苏无忌喊道：什么职位？3级成员。桑托斯说着，手臂抬起，手掌张开。3级成员？苏无忌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你特么的在开什么玩笑？这实力，你说你是大禁锢长，我都不会有多少怀疑。结果，你说你只是个3级的小兵，扯什么淡呢？另一个世界，再见。3级成员桑托斯淡淡说道。说话间，他往前轻轻跨了一步，那蕴含着无穷禁锢之力的手掌，眼看着已经要落到苏无忌的头顶了。苏无忌的力量拼命运转，抵抗着那无边无际又无孔不入的强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住手！一道清冷的女声骤然从通道口响起，这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无比决绝的意味。紧接着，一道身影已经从大厅顶端的检修通道口跃下，暴掠20几米，直接扑向桑托斯。一道寒光已然撕裂了黑暗，也撕裂了弥漫空气中的禁锢之力，纵贯半个大厅，狠狠劈向了桑托斯的后背。白木哥来了。在苏无忌进入了检修通道之后，他等了几分钟才进来，一直小心谨慎地跟在后面，几乎没有发出任何脚步声。然而面对这凌厉的一刀，那桑托斯仿佛背后长眼，头都未回，只是看似随意的反手一挥，啪！他那被力量包裹着的手掌精准地拍在了白木哥的刀身上。白木哥只觉得一股完全无法抗拒的巨力从刀身上传来，整条手臂瞬间麻木，近乎失去知觉，唐刀直接脱手飞出，而他的身形也被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带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高速撞向混凝土墙壁。就冲白木哥的撞击姿势，怕是撞上了之后起码要头破血流脑震荡，说不定脖子都能被撞断。在这一刻，苏无忌身上的力量骤然间全力运转起来，好像每一分力量都开始了燃烧。他的身形自原地消失，带出了道道残影，眨眼之间便出现在了白木哥的身边，紧紧抱住了他。砰！下一秒，两人便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混凝土墙壁上。不，确切地说，是苏无忌的后背撞在了墙上，而白木哥则是撞在他的怀里。砰！两人摔落在地。这一次，苏无忌是摔在白木哥那柔软的身子上的。噗！两人互相吐了一口血，苏无忌喷得更多一些，一大口血全喷在白木哥做战俘的胸前，把衣服都染成了暗红色。我都说了你不要跟进来。苏无忌看着被压在身下的姑娘，怎么不听话？哪怕脏腑受伤，哪怕每一次呼吸都变得火辣辣的，白木哥的声音却仍旧平静。我来跟你并肩作战。苏无忌强行撑着身子坐起来。你这哪是跟我并肩作战，是跟我一起送死啊！白木哥那宝石般的眼睛里可没有丝毫的后悔，甚至语调都没有任何的波动，淡淡说道：跟你死一起，挺好的。这真的就像是在阐述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
语气正常到像是说出今晚去哪里吃饭一样。苏无忌咬着牙说道：不行，咱们得活。说着，他一攥拳头，强行运转起刚刚被撞散的力量。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过那么真挚的情感了，坚缠了。桑托斯说道：你们让我看到了人世间的美好，看到了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但是禁锢亭的规则不能变，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能变。顿了顿，他的声音再度响起：不过，我可以成全你们这对有情人，让你们同时去死。说着，他的左右手掌再度扬起，朝着苏无忌和白木哥的头颅拍去。这一刻，弥漫整个大厅的禁锢之力，似乎已经尽数汇聚于桑托斯的手心。苏无忌已经忍着全身的疼痛，再度起身，挡在了白木哥的身前。他大吼一声，体内的力量已经疯狂奔涌到了极致，似乎都处于了爆炸的临界点。然而，桑托斯的动作丝毫不受阻碍，双手仍旧裹挟着毁灭性的力量。可是，就在此刻，时间仿佛突然静止了。不，并非静止，而是变得极其缓慢。那只拍落的手掌纷飞的玻璃碎片，甚至苏无忌体内疯狂奔涌到即将爆炸的能量，都仿佛陷入了无形的泥沼，变得迟缓无比。一道平静之极，却仿佛能定鼎乾坤的男人声音，清晰地在这片凝滞的地下空间内响起：老东西，打伤我儿子和儿媳妇，问过我这当老子的意见了吗？随着这道声音的出现，那笼罩整个大厅的禁锢力场，竟是如同春日融雪般悄然消退了一大部分。虽然这一片空间中还有些许弥散的禁锢之力存在，却再也无法对苏无忌和白木哥形成绝对的压制。他们二人同时感觉到身体一轻，苏无忌立刻抱着白木哥翻滚到了一边，他剧烈地喘息着，完全忽略了身体的伤痛，惊讶地说道：不起。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白木哥的眼波随之一震。难道说未来公公也来了吗？对方刚刚口中说的儿媳妇，指的是自己吗？而那只眼看着即将拍碎苏无忌头颅的手掌，也仿佛遇到了一层无形却坚韧无比的屏障，硬生生凝滞在了半空，再也无法落下分毫。桑托斯那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那是一种极致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此刻凝滞的空气是对力量的极致运用，是自身立场的隔空较量，而现在来看，禁锢亭的桑托斯完败。这么丢人，别叫我爸，臭小子，平时吐槽起你老子我来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被人揍得这么惨？看来平时练功没少偷懒啊。这道声音并不是从上方的简修口中传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桑托斯之前走出来的那个通道。随后无比清晰的脚步声响起，脚步声并不重，足底没有刻意散发出什么力量，就像是平时散步一样寻常。苏无忌咧嘴一笑，抱着白木哥靠在混凝土墙壁上。此刻的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没想到我亲爹来了。桑托斯沉声问道：你是谁？那一道声音显得更加清晰了。为老不尊的玩意儿，欺负两个小家伙也不嫌害臊。桑托斯的表情终于写满了凝重，他看向通道入口的方向，随后竟是往后退了2步。只见一个身影已经缓缓地走出通道，在应急照明灯的映衬之下，他的身形显得有些模糊，看不清晰。可渐渐的，在苏无忌和白木哥的眼睛里，
这身影竟然变得具象了起来，好像每一处细节都能被他们看清楚。这个过程和之前桑托斯出场的时候有些相似，但此刻光源是非常暗淡的。很明显，自家老爹的境界和实力比桑托斯强出了许多。也不知道老爸是不是刻意而为之，也许之前的交战全程都被他看在眼里。苏无忌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咧嘴一笑，说了句心里话：嘿，我爸比我还能装逼。然而这还只是开始。只见苏瑞的身形在变得清晰之后，就连面部线条也更加清楚，似乎周围的环境、空气、光线全都能被他所掌控。今天的苏瑞穿着的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咖啡色休闲夹克，好像是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年男人。只是在整体轮廓变得清晰之后，他的眼睛也是越来越亮，双目如同正午的太阳，灼灼逼人，令人不敢直视。此刻的苏瑞仅仅是站在那里，就仿佛是一轮降临人间的烈日，周身自然散发着温暖却无比磅礴浩瀚的气息，瞬间将这一片地下空间里那阴冷压抑的气场冲得七零八落，仿佛夏日骄阳照进了阴寒的世界里。这时候苏无忌的笑容本能地凝固了一些，因为老爸此刻的模样和气质他从未见过。这还是那个游手好闲的中年老登吗？还是那个喜欢举着拖鞋威胁着要扣自己零花钱的老爸吗？白木哥忍不住地来了一句：叔叔好帅。虽然总是喜欢跟老爸对着干，但此刻苏无忌还是由衷地说道：确实是挺帅的，就是太装逼了。你是？桑托斯看着面前炽烈如阳的华夏中年男人，如古井般的眼睛里透着强烈的难以置信。他的心中有很多猜测，但是自己枯守铁矿地下那么多年，对于外界的事情已是知之甚少。禁锢黑渊，很嚣张啊。苏瑞淡淡说着，往前踏了一步，仅仅是简单随意的一步而已，桑托斯竟然感觉到了气息紊乱，对方的力量沿着地面传来，直接传导到了他的双脚之上。这和桑托斯之前顺着剑身往苏无忌身上传导力量的方式无比相似，但无论是力量本身的雄浑程度，还是运用的精妙程度，都是苏瑞明显更胜一筹。桑托斯奋力地纵身跃起，似乎想要甩掉传到自己双腿上的力量。他这一下用的力气可不小，本来是直接能跃至大厅顶端的，可偏偏最终只是离地半米，看起来颇为滑稽。这老家伙的眼睛里终于出现了挫败，出现了惊恐。因为此刻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就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无比，周遭的空气变得无比粘稠，仿佛变成了可以吞噬一切的沼泽。苏无忌搂着白木哥撇了撇嘴：以前怎么没发现我爸是个护犊子的人呢？说实话，这弄得我还有那么一点点感动。这种力量属性。桑托斯盯着自己的双腿，随后又看向了苏瑞，眼波俱震：你怎么会禁锢之力？你难道也是禁锢庭的人吗？苏瑞语气微潮地说道：只不过是力量的转换应用而已，又不是什么高深的玩意儿，却被你们当成了至高法则，真是可笑至极。修习禁锢之力那么艰难，怎么可能只是简单的力量转换应用？桑托斯可不相信面前男人的话，他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信仰坍塌。你一定学过禁锢功法，一定是的。苏瑞啥？第一个字刚出口，想到自己的未来儿媳妇还在旁边，
于是把第2个字憋回去了。他淡淡说道：井底之蛙，你若不信，我转换给你看看。说着，他打了个响指，就是一个简单的响指，轻描淡写，随手而为。苏无忌甚至都没感觉到有任何的力量波动。可是下一秒，却仿若有无形的霹雳在桑托斯的身上炸响。确切地说，他的矿工帆布裤直接炸开，化为了无数碎片，2条腿瞬间变得鲜血淋漓。苏瑞一个平平无奇的响指，竟是直接把他之前附着在桑托斯双腿之上的力量给引爆了。你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桑托斯的身体疼得狠狠一颤，那些力量炸开，双腿虽然已经没有了灌了铅的感觉，但是却无比的疼痛。此刻他的心中震撼无比，这种禁锢之力居然直接转换成了攻击力，而且还是隔空而为。这是怎么做到的？这到底是什么境界？桑托斯的心里面有着无数的疑问，但完全想不到答案。但是他知道，此刻的自己已经没有了选择，唯有拼死一击。眼前的华夏男子绝对是他此生遇到的最强者。桑托斯确定，哪怕是那位神秘的大禁锢藏在这里，也绝对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此刻这个男人给自己带来的感觉，简直犹如真正的天神降临。他的每一次动作都是自己领悟不了的境界。这个简简单单站在那儿便炽烈如太阳的男人，让桑托斯的脑海深处涌出了一股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只是时隔那么多年了，自己又在地下封闭多年，几乎与世隔绝，很多记忆都已经变得模糊，确实是有些想不太起来了。苏瑞看着桑托斯，冷冷问道：所以现在的你是不是还要说，只要进入到这里的人都得死？桑托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深邃的眼睛里爆发出了无穷的金光。是的，所有人都要死。说着，他往前冲去。这一冲仿若移形换影，那干瘦的手掌直接拍到了苏瑞的身前。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速度快到了极致，从桑托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简直强悍到让整个大厅的空气都开始沸腾。毁灭之欲！桑托斯大吼道。这一刻，他之前没什么表情的脸上已然变得狰狞了许多。爸小心！苏无忌很孝顺地喊了出来。然而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苏瑞只是抬起了拳头。他甚至没有做出任何的发力动作，只是这么简简单单地抬起了手，握成了拳，然后砸在桑托斯的掌心。砰！整个大厅皆是被这道声音震了一下。这不是拳掌相交的声音，而是桑托斯的身体撞在大厅另外一端的混凝土墙壁上的声音。是的，在苏瑞的拳头撞在桑托斯手心里的那一刻，后者便倒飞了回去，只是眨眼之间便纵掠整个大厅。来得快，回去得更快。白木哥揉了一下眼睛，他根本没看清楚桑托斯是怎么撞回墙上的。此刻桑托斯的苍老身体贴着布满了裂纹的混凝土墙壁缓缓滑下，所划过之处留下一大片血痕。他的整条右臂都已经完全的扭曲变形，就像是麻花一样，看着让人头皮发麻。你！桑托斯吐了一大口血，想要用左手撑起身子，可是却根本做不到。对方那一拳似乎把他全身的力量都给打散了，完全调集不起来了。
盯着这个战神一般的华夏男人，桑托斯的眼睛里带着无穷的惊惧。你到底是谁？这简直堪比众神之王的实力。苏瑞往前迈了一步，却已经出现在了桑托斯的面前。在以前的黑暗世界，老朋友们都喜欢叫我，他淡淡说道，阿波罗。